小马克思满载而归，中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不知拜登是何感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小马克思的访华之旅被认为是菲律宾在中美之间走平衡路线的重要标志，一边与美国维持某种军事联盟关系，一边积极地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这当然是最符合菲律宾利益的外交战略选择。但是中菲之间发展合作也面临着极难处理的南海争端问题。菲律宾国内存在着一股亲美反华的势力，再加上非法的南海总裁案，菲律宾现任总统处理中菲关系时阻力会非常大。美国因此而把菲律宾看成是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突破口。中菲在2019年开始尝试通过南海油气开发协商缓和利益分歧。杜特尔特政府在去年6月份，小马克思上任之前，以宪法限制和主权问题为由，宣布协商终止，这就给中菲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而在小马克思来访后，这一切干扰似乎都烟消云散了。中国提出愿意同菲律宾继续以友好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海上问题。小马克思说，希望谈判能取得成果，因为不仅是中国和菲律宾，世界其他国家也都同样面对着压力，需要摆脱国际上固有的大国阵线。小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及美国，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在强调中菲加强合作才能避免让菲律宾陷入大国对抗的局面。小马克思此次访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中菲签署了14项合作文件，包括就海事议题在两国外交部之间建立沟通机制，而其他的合作涵盖了一带一路、农业渔业、基础设施、金融等领域。在中菲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南中国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同意妥善管控分歧，也同意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争议。在最为敏感的油气开发合作领域，中菲双方同意在中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精神的基础上，尽早重启海上油气开发磋商。双方续签“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了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双方愿意积极考虑建立火箭发射信息通报机制，在火箭残骸回收、返还方面开展合作。上个月，菲律宾因为在打捞中国火箭残骸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矛盾，美国则趁机大肆挑拨，企图浑水摸鱼。可以说，这则声明针对性也非常强。中国同样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因为菲律宾没有提及南海总裁问题，双方在油气资源开发上将恢复合作，而且确定了和平解决争议的相关机制。中菲强调南海争端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也意味着美国根本就没有机会挑拨中菲发生军事对抗。中菲关系的重心回归经济合作，说明小马克思的对华关系路线几乎与杜特尔特相同。菲律宾是美国对付中国的印太战略非常关键的一环。如果小马克思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那么东盟其他国家就更不可能了。菲律宾的选择证明，美国推动军事安全战略虽然还有一点用，但是无法替代中国推动的经济合作战略。当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希望共同发展经济的时候，美国却还想玩离岸制衡，进而打造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恐怕就没什么机会了。现在美国印太战略的支点唯一能靠得住的就是日本了，而日本外长接下来也要访问中国。面对这样的形势，拜登政府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是否感觉到了一丝凉意呢？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